最近家里总是吵来吵去，主包心里有点长绿色香蕉。好朋友说是因为双方都在惦记咱们兜里米，所以特别容易吵起来。主包突然就顿悟了，他说的对，如今 HDL 的叙事背景下，不拆就是底层逻辑，现在就是 CPF 最好的时代。小伙伴们，今天的云艺课堂来了，还是先叠甲，以下都是主包猜测，不喜欢的可以当做主包在编故事啊。为什么 CPF 总是比 WF 更没有安全感？因为 WF 只需要保证自己爱正主，这份感情链接就会存在，这是 WF 能自己掌控的。正主也只需要保持自身优秀不塌就可以，这也是他们能自己掌控的。CPF 就不同了，需要爱正主，需要他们爱对方，还需要能让 CPF 感受到他们爱对方，这可难多了是吧？且是三方都不可自身掌控的，所以相对不稳定的多，但是越不容易得到的越珍贵，越容易失去的越甜美。真心瞬息万变，我们却总会被某个真心的瞬间打动，所以 CPF 总是被创，又总是不自觉地走在被创的路上。可是小伙伴们，这次真的不一样，我们站在了对 CPF 来说最好的时代。一是政策的限制，以前为什么总是走向提纯的路，是因为提纯以后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如今海里组 CP 的人一律不许在上岸演剧演综艺，那提纯以后还能让两人去干什么呢？既然还是要在同一片海里飘着，既然不能去组下一对 CP， 那为什么要提纯呢？因为不能上岸，少了很多选择，就少了很多拆的概率。二是资源的限制，在当前娱乐行业整体大环境背景下，别说咱们正主，多少千万粉的大明星都赋闲在家了。以前大饼吃不上，至少欣欣向荣的短剧市场还给咱们这样的小演员提供很多机会。如今日新月异的 AI 技术横空出世，短剧市场瞬间萎靡，横店都成了空城。真的离开了这片海，哪里还能上岸呢？可能有人会说可以和海里别的人去组，那这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三是体量的限制，以咱家现在海里 top 2的体量，如果拆了重组，相当于已经到了宗师级了，又自废武功从头开始。请问为什么呢？享受现在的成就地位不好吗？咱们重新练就绝学是想去冲击 top 1吗？先不说能不能成功，就是万一能成，云艺他俩谁愿意呢？立足现在的双人 IP， 进可攻退可守，一个亿在时尚圈，一个信奉小满胜万全，怎么看也不是那为了登顶杀妻正道的人啊。再说真的自废武功从头开始，比起登顶更大概率是走火入魔沉入海底了吧。他俩看起来像傻子是不是？会听的别人的建议去拆，不仅咱家不会拆，所有闯出点名声的武功已经有所成的都不会拆，只有那些实在出不了头的才会自废武功从头开始，即拆了再重新组重新试。只是现在内娱这么不景气，排队下海的新人这么多，就是不知道有几个剧组肯给这些已经打上上一个门派武功烙印的人机会了。四是情感的限制，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两个长期在一起的人，尤其对方还很优秀，很容易就会产生感情。这不是主包编的，这是很多社会学家反复论证过的。比如说单纯曝光效应，只要开始不是厌恶对方的，一个人出现的频率越高，越容易产生感情。比如社会期望效应，周围的人都说两人很般配，两人习惯行动先于感觉为对方付出，就容易产生感情。比如吊桥效应，两人共同经历紧张刺激的演唱会或饰演亲密戏份，心跳加速就容易产生感情。括号演唱会等具体情景是主包自己加的，括号完毕。所以在这片海里，一对对手拉手向前的 CP 们，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估计都不会选择拆吧。当然时间长了乏味了不算。总结 GS 可能担心海里某些人舞太大，整片海被炸，付出的投入收不回来，演员们担心 GS 辞退老员工，招聘新员工节约人力成本，他们都要承担风险，只有我们不用担心。至于我们关注的人，只有利益走不长远，只有感情并不稳定。就这么利益和感情纠缠不休的情况最稳定了。比起他们弃养我们，大概率是我们弃养了他们。比如因为粉圈争吵太激烈离开，因为外面更新鲜更鲜甜的糖离开，因为感受不到浓烈的爱离开了。风雨太大会有人不喜欢，太乱；日子太平静会有人不喜欢，太淡了。CPF 只需要看好袋子里的米，选择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的那一方买单就可以。在市场的调控下，我们都会心想事成的。这就是 CP 粉最好的时代。